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是的，今天的影片呢是关于什么呢？就正如标题所见，今天我要来讲一讲，我现在人在马来西亚，已经不在新加坡工作了，可是为什么我还要继续给 CPF？OK， 在进入正题之前呢，我就先来讲一讲，当大家知道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就一直会收到这样子的问题，好像说，如果你人在马来西亚 PR 会怎么办？还有你还需不需要继续给 CPF？ 再来呢就是怎么报税。至于报税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会蜻蜓点水点过就好，就是因为我报税了过后，我才会收到这样子的信。好，现在呢就进入正题。其实为什么之前我一直没有出相关的影片，就是因为我要等这封信。是等到这封信了过后呢，我才让你们知道它的 SOP 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先让你们来看一看这封信。是的，其实这封信我是在5月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是已经有一点迟了的。就因为在前几天我在做一个 online application 的时候，我就无意间 log in 去了我的 SingPass， 然后才发现到原来我的 IRAS 已经出了这样子的一封信。过去2个月真是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查看我在新加坡里面的一些重要文件了。现在全部都电脑化了，所以是相当的方便的。OK， 现在让你们来看一下这封信。好，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封信呢，其实它是从 IRAS 这边寄出来的。如果你是马来西亚观众朋友，你不懂的话， IRAS 就是新加坡的税务局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其实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大概是4月的时候我就辞职，然后6月多就回到马来西亚了。那么我在2021年的1月到4月呢，其实我还在我的前公司工作的，就是说我是照样拿薪水，照样做 CPF 的 contribution， 全部的东西一切都照旧。可是一直到了4月过后，我就开始了我的 self-employed 生涯。对，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找工，我就单纯靠做 Grab 还有做我的 YouTube 来赚取我的收入。那么其实你们看到的这封信呢，这里很明显的那个title就是 Notice of Computation for CPF Medisave Contribution。 为什么我会收到这封信？因为去年我在报税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一个数目。你们可以看一看这封信的底部这一边，你看所有的自雇人士，只要你的年收入净赚超过6000新币，然后你就会收到类似这样子的信，通知你必须做 self contribution for 你的 CPF Medisave。 对， Medisave 是 for 医药的。其实在新加坡 CPF 呢有3个 account， 第一个是 OA Ordinary Account， 第2个是 SA Special Account， 第3个的就是 MA。 至于 OA 跟 SA 呢，这里我就不多讲，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你们可以 online 查一查。这个 MA 呢， MA 就是有关于所有医药的东西的。所以新加坡政府这边是好在他要 make sure 你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受雇的或者是自雇人士， Medisave 这一块有关于到医疗的，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至少这里都能够帮到你。所以呢，就算我已经变成了自雇人士过后，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个 contribution， 只要我的 net income 超过了一定的数目。那么收到这封信的程序就是，首先你要报税，就好像我本身，我去年嘛，因为我的上半年上4个月是受雇人士，接下来的就变成了自雇人士，但是我的总收入都已经超过了一定的额度，所以呢就会收到这封信。当你收到了这封信过后，然后你就要看你到底要一次过还完，或者是给 gyro。 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之前呢我做 Grab 的影片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收入报出来啊？难道你不怕被征税吗？其实我看了这些留言，我是有点觉得很可笑啦。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是自雇人士或者是受雇人士都好，你都是一定要报税的。你看啊，我做了 Grab 过后，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YouTuber 嘛，所以我的这些所赚到的钱都是要申报上去的。只是差别在于，如果你是受雇人士的时候，你的 employer 会帮你做，但是呢你变成自雇人士过后，就好像你自己是送餐员啊，或者你是自媒体人，像我这样子的 YouTuber， 这些呢你就要变成自己做了。所以每当一公布报税的时间的时候，你就要去申报这些东西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怕不怕可言，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可笑的点啊，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申报上去的嘛。接下来呢，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是关于自雇人士的，在于要如何去做这个 self contribution。 其实这个是在信里面有的，我觉得网上也一样是可以查得到资料啦，只是新这支影片我竟然是讲这些东西的，我就让你们看一看。好的，你们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怎样去区分你在做这个 self contribution 的时候你要 contribute 多少。因为我本身是 below 35 years old 嘛，所以我是属于这个 category。然后呢，因为我所赚到的 income 是 above 18K， 所以呢我是属于这个 8% category 的。接下来呢，你们就可以看到它的 payment option。其实这个你跟受雇人士有点不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自雇人士的
话，你就不需要像受雇人士一样每个月给 CPF contribution。当你报税了过后，你收到这封信，然后它是一次过，就好像我要给完去年一次过的 based on 我的 net income。那么它就分2种 payment option， 一个就是你可以一次过用 online banking 去还，这里还是给了你一些很足够的信息。再来呢就是 gyro 就是link去你的银行户口，然后每个月扣。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的，你要怎么样去申请这个 gyro？ 你只需要去到 CPF 的 website， 你在查询那边，你只要输入 apply for gyro for mandatory Medisave contribution， 你输入这样子的字眼，它就会跳出 online form， 你跟着这个 online form 去填写，你就可以 apply 了。至于多少个月，通常都是6个月到12个月。我去申请了过后呢，它是给我12个月，对，所以任何 payment option 是 up to you。大致上呢，我所给你们看到的信息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就是我在什么情况下我还需要做这个 self contribution。如果你还需要比较仔细的信息的话，我 suggest 你去到 CPF 的 website 或者是 IRAS 的 website。这里呢，我只是让你们看到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整个过程如何收到这封信而已。最后呢，我在这里可能也想讲一下，有很多人都问我，你的 PR 会怎么办？就是我从新加坡回来过后，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会怎么办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报税，然后我有做这个 CPF 的 self contribution， 大致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啦。就好像我是一个永久居民，在国外长期居住跟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感觉而已，你们知道吗？再说呢，其实这个 PR 是不会 expire 的。你们所谓的 expire， 这里可能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因为其实新加坡的 PR， 我们要出国，我们是需要有一张叫做 Re-entry Permit。如果你们想知道什么是 Re-entry Permit， 可能你们可以去 ICA 的 website 查找更多的资料。总之呢，这个 Re-entry Permit 就是一个许可证，你身为一个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你有了这个许可证，你才可以出国。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 Re-entry Permit 它的 renew 不成功的话，最短是1年，然后最长是5年，通常我都是可以拿到5年啦。就是说，如果我 renew 不成功的话，下一次我就没有办法再出国，我必须待在新加坡，不然的话，我的这个永久居民权就会被拿回去。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这个 Re-entry Permit。其实我也是有听我很多朋友讲过，有一些他们就算是回来马来西亚过后，或者是每天来回的，他们的 Re-entry Permit 都一样是 renew 得到，只是说时间上呢会变成最短的1年而已。他们每一次去 renew 只可以 renew 1年，但是往往有很多人他们不记得那个 renew 的日期，就这样子他们的永久居民权就被夺回去了。所以并不是人们口中讲的如果你没有在新加坡工作你的永久居民权一定会被割掉这样子的意思。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 Re-entry Permit。好啦，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其实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一下这整个 process。如果你是自雇人士，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权的话，也想像我一样回来闯一闯，我这里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参考而已。但不管怎么样，人生的决定，尤其是很重大的决定，这些呢你们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过后才去进行。至于我的 PR status 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任何更新，可能我也拍成一个影片让你们知道。我觉得还要等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过后再看怎么样。我这里会 update 的，所以想知道更多的话，你们可以追踪我，按下 subscribe button， 那么我有什么影片你们就看得到了。最后呢，希望我的这支影片对你们会有一点点帮助。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帮到你的话可以 share 出去，觉得不错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